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于今年10月卸任。曾公开表示有意出任这一职位的荷兰首相吕特，目前已得到美国、英国等多国力挺。考虑到美国总统大选也将于年底举行，那么一旦特朗普重返白宫，北约将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最大不确定因素。 当地时间22号，美、英、法、德等北约重要成员国明确表示支持荷兰首相吕特出任下一任北约秘书长。早在去年北约领导人峰会期间，吕特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兴趣。据北约官员向欧洲媒体透露，31个北约成员国中已有20多个国家表态支持吕特接任秘书长一职。北约定于今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成立75周年峰会，外界预计北约会于峰会前批准吕特提名。 And as you will know, he's in the running to become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 I personally wish him the best of luck. 北约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战略同盟。按照惯例，北约最高军事长官、欧洲盟军司令一直由美国人担任，秘书长一职则由欧洲人担任。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于2014年10月上任，多次连任后，原本是在去年7月届满，但鉴于俄乌冲突形势，各方一致同意让他继续干到今年10月。事实上，北约秘书长一职并没有成文的遴选规则，候选人的权衡都是在非公开的外交磋商中进行。 但提名必须获得全体31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或者说至少不反对。 现年57岁的吕特是荷兰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从2010年上台后一直担任至今。去年7月，由于荷兰执政联盟发生内斗，吕特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待新一届荷兰政府就职后卸任党魁退出政坛。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荷兰特朗普的威尔德斯在后续的选举中异军突起，但由于他的极右立场，阻隔谈判持续3个多月依然未果，所以吕特至今依然是荷兰的看守政府首相。 有分析指出，如果吕特成功当选北约秘书长，其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维持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高昂防御费用，同时防止俄乌冲突升级，进而导致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俄乌冲突现在旷日持久，已经今年是第3个年头了，而且面临着处于这个持续僵局的状态，所以如何处理这个俄乌冲突尤其是如何解决这个。 俄乌冲突这个后果哈，但是呢，其实也看出来哈，北约的这个重要性哈，它的这个意义呢，在于很重要层面是维护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如何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其实至关重要的。 除了俄乌冲突，北约新任秘书长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来自于特朗普或重返白宫。北约要如何面对这一不确定因素？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已惊扰整个欧洲。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保护任何拖欠费用的国家，将鼓励俄罗斯攻击他认为未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盟国。这番言论遭到欧洲盟友的强烈批评。 在刚刚结束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被问及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大选时，吕特表示，北约当前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俄乌冲突上。 We should, because you also mentioned the US, stop moaning and whining and nagging about Trump. And we have to work with whoever is on the dance floor. 作为军事同盟组织，北约的核心就是其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也就是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被视作对联盟所有成员国的攻击。一旦特朗普上任并推动北约改革，将会放弃执行作为北约核心的集体防御条款，这意味着北约将陷入分裂。 间接的就是会造成欧美之间更广泛的一个相互信任和一个合作关系的一个加深。印度主办的米兰2024多国海军演习本周拉开帷幕。作为东道主，印度海军出动了超日王号和维克兰特号双航母战斗群，成为本次演习的最大看点之一。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有3航母的梦想。尽管去年年底印度通过了建造第2艘国产航母的议案，但离其真正实现3航母梦路还很远。 米兰2024多国海军演习从2月19号到27号，在印度港口维沙卡帕特南拉开帷幕。来自50多个国家的海军参与了这次印度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联合演习，其中仅印度海军就动用了近20艘舰艇以及50架各型飞机。米兰演习的名称来源于印度语中“统一”一词。该系列演习从1995年开始，随后随着印度海上活动的增加，该系列演习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印度方面的统计，美国和俄罗斯都罕见地同时参加了今年米兰2024军演。美国派出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哈尔西号，俄罗斯则出动了瓦良格号巡洋舰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连号驱逐舰、澳大利亚安扎克级护卫舰瓦拉孟加号等也都参加了这次演习。印度在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当中，实际上这个平衡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啊。就等于是呢，美国也谅解了印度这些年对俄罗斯的支持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呢对于莫迪政府靠近美国呢，虽然有这个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基本上还处于俄罗斯能够接受的范围。这次演习的重头戏还是东道主印度。报道提到，米兰2024是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首次亮相国际演习。这艘排水量4.5万吨的印度航母于2022年投入使用，预计将搭载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的阵风 M 战斗机。但就印度官方发布的演习照片看，该航母搭载的舰载机与超日王号一样，仍都是俄制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多家印度媒体也将双航母战斗群视为这次演习的最大亮点。这次米兰2024的海军的军事演习呢，对印度的来说呢，意义是很重大的啊。实际上呢，这个一方面体现出印度在这个印度洋以及孟加拉湾的这种主导的这个地位啊，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是印度显示自己海军实力发展啊，尤其是这个在孟加拉湾的这个海上军事权力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他很高调的派出了2艘航母参加这次演习。有分析认为，虽然现在印度的双航母战斗群勉强形成了一定的作战能力，但仍面临2个问题。第一，双航母虽然都配备了米格29K 战斗机，但数量远远没有达到自身需求。维克兰特号所需搭载的阵风 M 战斗机也因迟迟未到，给战力打了折扣。第二，印度大部分武器装备的都是万国制造，如何整合运用以及人员培训都是一个难题。拥有双航母作战能力是印度海军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今印度又朝着3航母战略努力。去年11月30号，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通过了建造第2艘国产航母的议案。印度准备建造的这艘新航母价值近48亿美元，将在科钦造船厂建造，耗时8年至10年以上。排水量为4.5万吨，可以配备至少28架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从整体来看，印度提出的建造第3艘航母的计划，仅仅是其海军庞大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只是由于航母的特殊地位，才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为了改变海军当前水面舰艇力量不足的窘迫状况，印度计划到2023年拥有160艘军舰，到2035年拥有175艘军舰，其中至少包括3个航母战斗群，总计耗资将达到2万亿卢比，约合1736亿元人民币。目前，印度宣称已有60多艘舰艇处于正在建造的阶段。不过，作战能力有限仍是印度不得不面对的现状。印度目前拥有的2艘航母的吨位都在4.5万吨左右，计划中的第3艘新航母也属于中型航母，配备的舰载机数量并不多，特别是组建航母战斗群所需的护卫舰、潜艇、补给舰等配套舰艇和舰载预警机、反潜机、无人机等先进舰载机都很欠缺，导致其现有的航母难以在远海发挥有效的威慑和打击作用。从建造的角度来看，印度第1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到服役用了18年时间，第2艘航母即使在规划阶段也要用时8至10年，其中存在太多的变数与不确定性。尽管印度一直在谋求自主研发建造国产航母，但由于技术储备不足，再加上管理低效，使其所谓的第1艘国产航母其实是一个由西方和俄罗斯参与设计，并且大量采用西方设备供应的组装产品，距离真正的国产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据了解，按照此前设想，印度海军将建造亚洲第1艘核动力航母，但由于财力不济和建造能力不足，印度无奈放弃建造大型航母计划，转而建造中型航母。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依托自造，其要在2024年左右才能服役，而在2023年，维克拉玛蒂亚号就要退役，因此，除非印度向其他国家购买2手航母，否则将难以实现3航母的战略目标。印度呢，这个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就谈过要这个造第3艘航母因为这个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它要对标中国。但是呢，印度也有它很大的这个困难所在，就是第一个是它的经费就是军费能不能支撑它继续造第3艘航母第
第二个呢，就是取决于印度的战略界以及印度的军方人士对于海军以及这个印度洋呢这个区域的战略的重要性能不能解决印度当前的这些安全的这个困境所以这方面呢，印度也有他自己的考虑。